大家好，我是杰奇，欢迎来到专利洞察。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当你的宠物不再只是喵喵叫、汪汪叫，而是真的能开口说话，对你说“我好紧张，你能抱抱我吗？”或者“我有点怕，给我一下好不好？”听起来是不是像童话故事？但现在我要告诉你，这并不是幻想，因为这套由百度申请的专利，正在一步步把这件事情变成现实。很多人以为懂宠物靠的只是直觉或经验，比如狗狗一叫，你会猜它是不是饿了；猫咪尾巴一甩，你会觉得它是不是不爽。但这些猜测往往只看了一个面向，错的几率超高哦。就好比一个朋友脸色不好，你只听到他语气冷淡，就以为他在生气，但其实他可能只是累了或者头痛。所以单靠声音、单靠表情都只是片面资讯，真正厉害的是把所有讯号拼凑起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感拼图。这就是这个专利的第一大创新——多模态加时序融合。想象一下，你想判断一个人的情绪，你光听声音可能觉得他只是讲话快，可是一旦加上表情，你发现他皱眉、肩膀僵硬，再加上心跳，你看到他的心率明显飙升，这时候你就能确定对方不是在聊天，而是在焦虑。宠物也是一样，这个系统会同时收集3个数据：第一，声音，录下它的叫声，分析频率、节奏、音量；第二，动作，用摄影机捕捉尾巴、耳朵、姿态的细微变化；第三，生理，透过感测器记录心跳、体温。这3种资料先经过去杂讯、归一化，再用时间轴对齐，让同一秒钟的3种讯号能叠合在一起，最后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情感线索包。把这个丢进 AI 模型，系统就能判断出宠物到底是在开心、紧张，还是处于警戒状态。这就像你不是只看一个讯号，而是同时在听、看以及感受，准确率自然大幅提升。可是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这才只是第一步。我们来谈第2个创新：动态情感标签更新机制。很多旧系统只会判断当下这一刻的情绪，但情绪是会变化的。一只猫咪可能从放松慢慢转成焦虑，这个过程需要连续观察。所以这个系统把时间切割成一格一格的片段，像是影片逐格播放，每一格都记录了当下的声音、动作、生理状态，然后每一格都跟上一格比一比。如果差距很大，代表情绪突然变了。比如刚刚它还在放松，下一秒耳朵后缩，心跳加快，系统就会立刻把标签更新为警戒。但如果不是瞬间改变，而是慢慢累积呢？系统也有办法，它会给每一格情绪打分数，当分数慢慢堆高，超过门槛，就会把标签升级。像猫咪连续好几分钟都在小幅度的紧张动作，系统就会自动从一般变成焦虑。最聪明的是如果系统遇到完全没见过的状况，比如奇怪的叫声加特殊的动作，系统会主动请主人标注，例如像是求救、想吃东西，下一次遇到就能自己识别。这就是持续学习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觉得很厉害了，但最震撼的其实是第3个创新：情感语义映射与人类语言生成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宠物口译员，前面的流程已经让 AI 判断出宠物的情绪状态，例如焦虑，但如果只显示一个冷冰冰的标签，对主人来说还是不够。所以系统还会拿到更细的特征，比如吠声的高低、节奏的快慢。这些资料就像翻译素材，被送进一个语言理解大脑。AI 在脑中会先想，它现在这种状态想表达什么意思。如果标签是焦虑、吠声短促， AI 可能推测它可能是在担心什么，需要安慰。接着这个情感意图会交给语言生成器，组合成一句自然好懂的话：我有点不安，可以陪我一下吗？或者我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有点怕。最后这句话可以显示在萤幕上，也能透过 TTS 语音播出，让你像真的听到宠物在对你说话一样。这就是跨物种沟通的完整闭环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根本就是童话故事变现实？但我要提醒你，这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奇迹，它背后有3个核心创新。第一，多模态融合，不再片面，而是立体理解情绪。第二，动态更新，让情绪标签能随时间变化。第三，语义映射，把动物的感受翻译成能沟通的人类语言。这3个环节串起来了，就构成了一个会帮宠物写日记，又会翻译的超智慧口译员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真的需要完全理解宠物的心思吗？想一想平时我们和宠物的互动，其实带着一层爱的滤镜。它歪头看你，你就会觉得它在撒娇；它蹭你，你就会认为它在表达爱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精准知道它是因为焦虑才蹭你，或者只是单纯想吃东西，那份浪漫的想象会不会也消失？所以这项专利的价值不只是让宠物说话，更是一种提醒，科技能帮助我们理解，但爱的本质还是我们自己要去体会。总结一下，这项专利的核心是一套让宠物情绪可感知、可追踪、可翻译的闭环系统，
它不仅仅是 AI 技术的突破，更是一个跨物种沟通的新篇章。也许未来，当你的狗汪了一声，系统就会显示"我好想你，快回来"；当你的猫咪喵了一下，耳机里就会播出"早餐还要等多久"。那时候，你跟它的连结将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我是杰奇，谢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这样 YouTube 也更容易把影片推荐给更多人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